我真的发现，现在国内的很多日料店做的比日本好多了。不是，你就看这个鲍鱼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请问我这个套餐里面有这个吗？请问可以让我吃一口吗？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成都，据说是顶流的一家日料店。哈喽，今天是我以前的老师带我来的一家店。之前有日本的朋友问我，成都的商场里面是不是有卖熊猫？这里澄清一下，确实是有，还有很多品种。好了，废话讲太多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他家这个氛围是一种商务感的概念，感觉我的老师呢，好像下一秒开口就是几个亿。很多朋友说看我在日本吃东西，店家都非常的小心眼，确实是对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内的分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菜叫海胆龙泥豆腐，龙泥就是用龙虾的虾尾肉做成的酱，因为这样可以让下面的豆腐也带上一点自然的虾味。海胆虽然淋上了一点龙泥，但仍然保持着新鲜的固体状态，它这种黏黏糊糊、香香甜甜的味道，其实还挺开胃的。虾肉跟海胆的味道都有，而且他们家海胆真的很甜。然后是雪蟹鱼子酱高汤冻，雪蟹的腿肉真的很有弹性，再加上那个高汤冻那种嫩滑的口感和淡淡的甜味会更加的明显，它是冰冰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很开胃。接下来是蒸蛋，它主要用的荤粉丝和鹅肝，然后再点缀一点黑松露一起送进嘴里。就是我发现这家店很牛的一点是，它能够做到甘甜和微咸的平衡，就是在嘴里鹅肝和蒸蛋真的交融了。这可能是我近1年来吃到过最好的茶碗蒸，就是那个浓郁的鹅肝和那个奶油般的蒸蛋仿佛是一个东西，傣姑醇的味道非常的浓郁。下面这个菜是火烤的地金目，就是金目鲷里面最好的一个品种，特别是它上面腹部的这一块肉，它就是柔软和带了一点点韧性的结合。下面那一片就是背部，就非常的弹和韧，背部吃起来会更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接下来这个菜非常的硬，叫龙虾山椒煮。其实我觉得波士顿龙虾没什么好讲的，但它这个带着清新柑橘香的山椒真的很牛，而且整个菜吃起来还有一点草本的味道，和今天的第一个菜有点像，这种复合的香味真的很让你开胃。好过瘾哦！这一盘是个生的，是金枪鱼的大腹，加上了海胆和白松露，白松露非常的贵，它闻起来像大蒜、蜂蜜和奶酪结合的味道，这种就是可食用的金子，它很像那种魔幻电影里面女巫吃小孩时候会用的食材。但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对他们家海胆的喜爱，怎么会这么坚挺啊？海胆甜度它其实一直随着金枪鱼的脂肪它在变化，好牛啊！下一个菜叫樱花木炭烤猴黑，它下面放的是胡麻酱，它这个酱特别的浓厚，再加上烤过的猴黑，因为它鱼皮的部分有点微微的焦香，我觉得它这种焦香和胡麻酱的香味就很配，一起嚼在嘴里甚至会有一点焦糖的错觉。接下来是生蚝，我其实有点吃不来生的生蚝，您请。然后我们还有3罐寿司，第一个是鱿鱼碟海胆，第二个是金枪鱼加柿饼。大酱真的很懂我们中国人，因为刺身吃起来其实是有一点点酸味的，但是它薄薄的加了一点柿饼，那一点点的甜味刚好中和了鱼酸，而且它这个造型也非常的中式，就很高端啊。最后还有个牡丹虾寿司，然后我们最后的主食部分也是今天的超级重量级的菜，叫和牛可颂。对，就是你们听过的那个和牛可颂，它就是在这家店诞生的。它用的是那种奶香味非常足的软可颂，里面加了和牛和厚蛋烧，然后在上面加了鲑鱼子和鱼子酱，最后加了一点寿司用的小嫩葱，所以它吃起来不像甜品，像一个拥有复合型甜味的菜。就整个这一盘用料非常的丰富，你下肚会非常的满足。面包的牛奶香味和牛的脂肪甜，这2个东西相性非常的高。它也点明了这家店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如何平衡甜味跟咸味，感觉自己经历了一场非常高端的食材秀，而且尽管这么高端，它的量还很足。阿杰推荐指数9.5分，搞样。法式鹅肝作为世界3大奢华美食之一，在法餐里面它有很高的地位，但是直到我遇到了今天这家餐厅，这里一个汉堡可以买麦当劳11个汉堡。和牛跟法肝都是2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食材，把它俩做成汉堡，一口下去的热量能有多高？又到了吃汉堡的日子。这家店在潮人非常多的元素，感觉走到哪儿都会犯潮人恐惧症。原来日语里面有虎视眈眈这个词。すみません。もう1人を増えていいですか？4人で。店里的装潢也非常的法式，一点不像汉堡店的样子，但它的菜单确实只有汉堡。4500块这个汉堡，好高级啊！这个地方甚至还会在上汉堡之前上一份很正式的沙拉，但我是真的吃不来，所以我们一共点了4个汉堡。端上来的那一瞬间真的很硬，因为它是和牛的肉做的，所以它在煎肉的时候那个油香就特别浓，然后服务员会在上面铺上一整层黑松露，感觉这一盘就只差鱼子酱了。汉堡配用的是烤过的油面包，上面还涂了一层黄油，肉饼这种微微焦脆的感觉是最好的。它这个鹅肝也是真的很夸张，法餐厅里正餐都吃不到这么大一片，上面还淋了一层牛排酱，它整个这个汉堡就散发出一种吃一口胖3斤的感觉。开始了，我还是很期待这一口下去。它这个甚至让我想起了塞尔达里的烤肉。对啊，这是我刚在得物上买的 Switch， 版本都很全，还保真，比专柜还便宜不少呢。现在直接点开评论区打开得物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。像我脚上这双球鞋，得物才400多块，比店里还便宜一半，这种好事可别错过。好了，继续吃汉堡。下嘴之后，和牛的油跟鹅肝的油会直接混在一起，又因为它用的肉是100%和牛，所以吃起来不会有那种松散感。你如果优雅的分开吃的话，就吃不到那个油和肉混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了。黑松露酱和鹅肝的油都会有点微微的甜，这个时候如果上一碗白米饭，一定要把鹅肝的油挤上去。可能有人会问，鹅肝到底什么味道？我觉得其实比较像刚炸好的猪油渣，但质感又更接近双皮奶，就是有种感觉在巴黎铁塔下被那个当地的人追的感觉。再配上油面包那个脆脆的皮，整个嘴巴里都是高热量的油香。虽然像喝了一瓶油，但是还想再炫一个。油面包真的很香，掉出来的肉渣还可以蘸一点黑松露酱，好下饭啊！这酱是那个汉堡的精华。麦当劳一个汉堡400日元，这个一个汉堡4500，可以买11个。阿吉推荐指数8分，卡维尔。
阿姨用一道中华水饺征服了日本人，还拿下了东京当地的米其林推荐，这是一个多么牛逼的事儿！所以没错，便宜实惠。今天我们又来阿姨的居酒屋了，就这一个菜封神，他家现在真的太难约了，感觉当地的日本人都知道东京有一位特别会做水饺的哈尔滨人。又到吃饺子的日子啊！すみません、留ですみません、ちょっと遅くなって。あ、ざます。还是这么小一个店，里面挤满了日本人。时隔1年了，他们的菜单还是这么的破，但就是这家店的味道。主要还是那5种口味的饺子，但我们还是要先吃前菜。这个菜一直被我认为是北方口味的棒棒鸡，跟四川的完全不一样。成都的好像只有辣油没有麻酱，这个鸡胸肉是真的特别的滑嫩。四川的一样好吃。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香菇鸡肉粽，它包得很小，一口下去可以吃到里面所有的料，里面是2坨卤过的鸡腿肉和一些香菇，然后是一道我来了这家店才吃过的菜，皮蛋豆腐，没见过的组合对吧？豆腐的味道刚好冲淡了皮蛋的咸味儿，泰国风味，里面的香醋配上腰果也很绝。最后一个前菜是凉拌水母，你就当是荤魔芋丝好了。这个菜特别的开胃。然后第一盘饺子叫滑饺子，这个完美的曲线像一个炸水母，它那一层是脆脆的锅贴，下面很脆，上面又很软糯，还有点像刚出过的生煎，里面是香菇、葱、木耳和猪肉，一定要带着那个锅贴一起吃，裹上辣油，那个皮会更香。对了，我也460多万的关注了，这次给大家整点惊喜，特意跟官方申请，拿出了1000台正品苹果13手机，都是全新带发票的，还有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，还是全国联保，真实有效。现在点击评论区就可以直接抢，链接抢完就下线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好，来继续吃菜，这一盘就是他们家封神的那个四川风辣油饺子，每一个饺子都是单独调味，香菜、辣油、豆豉，你一入口就能感受到辣油的冲，然后再是豆豉那个甜甜的味道，就是甜辣甜辣的感觉。饺子皮特别薄，它的里面还会灌上一些辣油，这个一个人可以炫2盘。这一笼叫八戒饺子，蒸饺的特点就是皮特别嫩，口感会觉得特别圆滑多汁，里面是酱油、香菇、猪肉馅儿，这个味道特别的东北，不用蘸辣油就已经很好吃了。里面的料汁也刚刚好，不像灌汤包那么致命。然后他们家还有这种广式腊肉，刚刚煎了一下就端上来了，像中场休息的甜品。接着是一盘虾饺，这一盘我建议第一个不蘸辣油，第二个再开始蘸辣油，里面是又软又韧的口感，完整的下来让整个饺子特别的劲道。最后一盘也是我最喜欢那个味道，豆腐水饺。我想问有多少人没吃过豆腐水饺？我在南方的时候真的没吃过，味道非常特别，是一种温润的感觉，豆腐那个微微咸的味道，配上一点肉香和葱香，你的味蕾会很神奇的被放大，不自觉的去捕捉那个豆腐的香味。没吃过的一定要试一下，这是我第2次来他们家，其实莫名还有一些感动，会有一种回家吃饭的感觉，可能是因为店里的菜都承载了家乡的味道，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内心的自豪感。总之，阿基推荐指数10分满分，太好了。卡威尔烧鸟听着很装逼，但在日本就是撸串儿。不过有一些富人啊，他们觉得撸串儿这个动作非常不优雅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在想什么。于是有了这家店，今天直接吃出了烧鸟的真谛。不愧是托利西 K 的监制，人家这么多年都排日本第一，果然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又到吃烧鸟的日子，他家在惠比寿，和东京众多米其林餐厅挤在了一起，但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米其林的认可，我自己说了算。一进店你就会发现，越好的烧鸟店座位会离大酱越近。主要是为了那个，这个箱子是干嘛的呀？1味大酱，5个学徒，配置很日本。开始吧。小菜是一盘寿司，海苔包着鸡胸肉，紫苏叶寿司酱，上面刷了一丢梅子酱，一股淡淡的酸甜果味。第2个菜是炸春卷，里面的馅儿是鸡肉的内脏磨成泥做的，口感像土豆泥，但是内脏的味道非常浓郁，像是在很高级的烤肉店才会吃到的东西。这个菜的设计有点像喜之郎果冻，就是蔬菜版的东北肉冻，凸显的就是一个高级的感觉。这个鸡汤馄饨其实很重要，高情商，大酱在追求极致软烂的口感，低情商，它是炖了多久呀？有一点像四川的鸡汤抄手，但是超级浓郁的鸡汤打底。我们回去一定要尝一下鸡汤里面加蒜头。今天的第1盘肉是滴着肉汁的烤鸡腿肉，果然没有芊芊，它滴的那个油水非常像广州那边隔水蒸鸡蒸出来那个鸡汤，鸡皮上的炭香也很明显。上一次吃到这种炭的味道还是在托利萨 K， 就日本第一的烧鸟店。但是在日本吃烧鸟竟然发生意外，比如油滴到衣服上，这种时候就要用去渍笔，一除污渍就不见了。吃完饭想清新口气可以用这个吞咽式口香丸，从胃里清新，打嗝也不怕。日本人吃饭都会备一个，这些都是在松本清买的，现在他家也能直邮国内了，在这里搜松本清，找到这个再点击这里就行了。美妆护肤、健康生活好物都有，满5000日元就可以包邮，下单直接从日本发到你家，正品保证。活动期间还有大额券可以领，现在日元贬值，买起来真的很划算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搜一下。好啦，继续吃菜，这是今日份的活到150，它上面那个酱是芝士跟蛋黄搅在一起的，它有点像咸蛋黄炒到冒泡泡的那个时候的口感，味道还有一点美乃滋。接下来居然是一盘鸭肉，哇，突然想起了成都的温鸭子。第一次在烧鸟店看到了鸭肉，它是用和牛的烹饪方式，低温烹饪的和鸭，这个粉嫩的鸭肉像是5分熟的西冷，鸭皮很厚，一口下去，鸭肉纤维里的油水会直接爆出来，再来一块烤的甜葱根，好的店的葱就是会很甜。下一个菜是小饼加上炭烤鸡肉丸，上面是一个鹌鹑蛋蛋黄，好可爱，它里面软嫩的部分还带了一点脆骨，非常像我豆腐嘴刀子心。把烧鸟的那个木签取掉之后，会实现更高级的一种口感。然后是海苔配烤年糕，虽然是糯叽叽的口感，但是居然一点都不粘牙，是大海的味道啊！这个菜是烤鸡皮，刚进嘴像是猪油渣，嚼到后面像是脂肪口香糖。鸡皮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又软又脆的东西了吧？哇，这个菜很厉害，它这个造型真的很像俊霸，虽然
剔除了骨头，但是保留了软骨，吃起来像猪耳一样方便。下面还搭配了萝卜泥解腻。它这段烤得非常的自然。然后是烤鸡屁股，第一次看到鸡屁股有这么好的待遇，因为它的脂肪真的很多，咬下去真实的在爆油，可能这个就是鸡油味的 QQ 糖吧，好 Q 好油。这个是他家最具特色的菜，很多客人来都会直接点3份，像是开了花的鸡腿，先油炸了一遍再烤，最后撒上孜然跟辣椒粉，里面的鸡肉还很鲜，这一盘鸡泥太美了，吃一口就会爆炸。然后是素菜烤红薯，看着黄油融化，还挺开心。就跟日本人很喜欢在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，为了让它显得更甜。最后一盘肉是鸡腿3吃，可能因为我没有了签子，所以他们家每个菜都很扎实，炭火的味道让鸡肉完全不腻，甚至有点韩国烤肉的意思。最后的主食是鸡汤烤饭团，太牛了，它就是带锅巴的四川鸡汤饭。最后的甜品是一碗刨冰，在日本还挺少见的。吃完之后我发现，这样的烧鸟店真的很适合开在国内。虽然不是传统的串串，也不是特别高档的食材，但是每一盘的设计都很用心，非常的出片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嘎么样？真牛啊！